大家好，赵丽颖、冯绍峰的一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水到渠成了一段婚姻。赵丽颖、王一博的一出《有匪》，意想不到了一段佳话。于是乎，从戏里到戏外，从幻象到真实，一切情长爱恨如幻似真，乱了大家伙吃瓜群众们的吃瓜视线。那么，到底明星们的爱、粉丝们的情都藏在了哪里去了呢？说白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指的就是我们的爱到底是出了戏藏在了心里面呢，还是入了戏挂在了自己的嘴巴上呢？众所周知，两者的结果注定是大不相同的。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总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其实这是一个尤其相对的概念来的。知否知否，让人民群众看到了表面上的一对郎才女貌的神仙眷侣，而有匪又让人民群众看到了一场几乎完美契合了俗世美好、人间想象以及大众审美的儿女情长出来。到底是眼睛骗了我们呢，还是剧情的坑太深了呢？让我们通过连串的问号，先来理顺一下我们大家的思路吧。第一个问号就是有匪当中的赵丽颖被人吐槽最多的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年纪了，也就是她很显老。然而呢，她为什么会显老呢？跟着她在实际凶手或者隐瞒生长当中又显不显老呢？这您到底留意到了没有呢？赵丽颖在有匪当中被人反复的嘲讽说苍老太多，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她那原本精致的小圆脸的确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凹陷的眼窝出来了，这是一种加了磨皮滤镜也招架不住的身体的疲态了。即便这个赵小刀一向都扛打扛压，但是那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明显就已经超过了体力上的透支了。因此呢，即便他元气满满的扛住了这部剧，但是明显变化的眼窝，甚至连那多眼皮都给瘦了出来的脱相的情况，还是可以察觉得到的。即便这最终还是无损剧情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明显心累的憔悴感。不经意之间，赵丽颖的心累还是被镜头全程的给记录下来了。然而呢，赵丽颖在失去凶手当中，在野蛮的路透当中，就没有再出现过眼窝凹陷的问题出来了。那么您猜这又是为什么呢？很明显，这就是心宽体胖回归正常了。一方面是因为赵丽颖的底子好，本来她就能够扛压扛打；另外一方面，可见赵丽颖所受到的离婚的纠结和感情的伤害是相当深刻，而且相当深远的。所以呢，身体就是最好的表现了。所以现在大家伙所看到的赵丽颖开始少女复现，就是心态恢复的上佳的表现了。2022年的春节，赵丽颖在过年的这段时间里面，经常和自己的儿子视频互动。繁忙的剧组生活让她完全是没空去看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她总会每天都打个电话回去，操练彼此的亲子关系。她和前夫现在都是轮着带孩子的，基本上都是双方的父母去充当主角，去照顾孩子的。赵丽颖偶然也会和身边的自己的亲密的朋友吐槽，说自己不太确认自己会不会再结婚了。因为现在的赵丽颖对爱情的执着，不是看对方的嘴巴有多甜，而是看对方的行动有多真。前夫冯绍峰依旧放不下太多的东西，包括赵丽颖的顶级的流量。
寂寞的这个冯绍峰三天两头都会拿出旧时的话题出来溜一溜的，甚至他还发通稿称赵丽颖和他结婚，或许就是为了生个孩子而已，根本他就不爱他。爱真的需要势均力敌，真的需要拒绝杂质。在敢爱敢恨也敢离的赵丽颖的面前，几年的时间下来，冯绍峰想不到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这也让他那喜欢抹了蜂蜜的嘴巴一下子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一事长一智。赵丽颖在婚姻的方面与她所表现出来的白甜的形象很是不符，很是出入。端看她的外貌，吃瓜人都会觉得她温婉爱笑，性子柔和。因此在婚姻这种大事上面，即便做不到三思而行，也肯定会多加考虑的。然而呢，她却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很多的粉丝在得知她嫁人的消息之后，其实大家伙的头脑都是懵的。很多人都在自问，她怎么如此草率的就把自己的一生给交付了出去呢？而且还是交付给了像冯绍峰这样的情场老手呢？这只能说爱情有时候就是一种无关智商的飞蛾扑火般的真实的写照了。冯绍峰的家境情况当时是相对较好的那一个，他就是偶像电视连续剧当中的那种演戏不好可以回家继承家业的富二代的形象了。而且冯绍峰的父母起初并不喜欢他出来演戏，这也好理解，能够理解。因为每一位的父亲，每一位的母亲都希望看到自己的后继有人。如果能做到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就更好的了。而且很多人都很明白，演员这个职业看起来光鲜亮丽，其实背后全是辛酸。有些时候可能还不如做个商人活得干脆一些，来得痛快一些。当然了，最后也是因为冯绍峰的父亲压根儿没有演艺方面的背景，所以呢也无法给予冯绍峰太多的助力。结果呢，冯绍峰对梦想的坚持，对演艺的执着，还是让自己的父母最后还是被迫同意的了。据悉，冯绍峰的父亲还曾经跟他约法三章，大意就是冯绍峰在一定的期限之内需要达到某些的标准和要求，如此这般包括了生儿育女，他才能继续的从事自己梦想的演艺事业。学院派的这个冯绍峰始终坚信自己能够闯出名堂出来的，于是乎天资本来就不错的他，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最后还真的是在各方助力之下走出了自己一片的天地出来了。在这条路上，但凡遇到能谈得来的女孩，这个冯绍峰都会嘴巴抹油，瞬间能够让对方堕入到爱河当中去了，包括后来的那个赵丽颖。正是因为这般了得的口舌的功夫，让他的绯闻女友众多。而且呢，夸张的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出演了一部戏，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女主角恋爱上了，于是乎撩妹成功了。聂远就曾经公开的表示过，剧组中的男女的主角对上眼、恋上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来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一部影视作品基本上都需要好几个月的剧组的时间去打磨的。而在这几个月里面，男女主多半的时间都在对口对戏，都聚在了一块儿了。
再加上两个人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大量的身体的互动，因此呢，很容易就会对对方产生出来了好感出来了，跟着呢便缩短了时间上的距离感了。然后呢，有些人就已经开始双宿双栖的了。嘴甜舌滑，背景强大，而且样貌出众的这个冯绍峰更加是不同的了。除去那些捕风捉影的绯闻之外，他还公开过好几段的恋情。最被人熟识的就是倪妮了。这两个人都在自己的各自的微博当中晒出过代表着热恋当中的中指指环表白照，而且呢，大家伙还特别的选择在了5月20号这么样的一个很有噱头、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当中，公开了他们两个的恋情了。可见冯绍峰的花心思真的是很浪漫、很卡点，也很到位。于是乎，大家伙都以为他们最后会牵手成功的时候，哪里知道结果还是依然分手了。因此呢，不少人觉得赵丽颖与冯绍峰的结合很像是洁白莲花与情场浪子之间的结合。而在不少旁观者的眼里，白莲之所以能够走入浪子的眼里，基本上都是因为浪子通常就没有遇到过一身圣洁的姑娘，所以呢，好奇心驱使，好胜心驱动。只是但凡这些人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之后，多半结果都不会好。正是因为如此，很多真爱粉们都曾经为赵丽颖担忧过。虽然以她的咖位，即便真的选择了离婚，也依然能够活得更好，但是呢，毕竟还会多了一番的周折与伤感出来。这一切的想法与担心，最终都不幸的一一化成为了现实了。然而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是不变的事项。那么多情商在线、智商不低的大美人都纷纷的被冯绍峰的甜言蜜语模糊住了自己的双眼。我们这些站位遥远的吃瓜的群众们，又如何评估得到冯绍峰口舌之间的那一种蜜糖值和杀伤力呢？只能说，除了当事人，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的知道赵丽颖是如何深陷其中的。而且明星们结婚与普通人大不相同，明星之间的利益牵扯更广更深，无论结婚还是分手，都会相当的复杂和烧脑。而赵丽颖完全就不同了，她出身农家，独自打拼，能够走到今时今日，基本上都是凭借着自己的真本事杀出来了一条血路，杀出到了巅峰。一年365天，赵丽颖基本上都是以命相拼的，要在剧组当中待足300多天的，晨昏颠倒，车轮风转。如此3年拼命的工作，如此挥汗努力的演戏，赵丽颖不就是要拼命抓住所有的机会，有朝一日去跃身一线的吗？在外人的眼里，如果因为一场失败的婚姻一下子就回到了解放前，那么跟浪子结婚的风险和代价明显是要高于冯绍峰2倍、3倍，甚至于10倍的。因此呢，在那段时间里面，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同事粉丝，大家伙都是力劝过赵丽颖。然而呢，不管众人如何百般的劝说，如何口舌生疮，赵丽颖依旧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冯绍峰。结婚以后，这两个人虽然也会各自忙于工作，但是呢，总体而言还算表面甜蜜和谐的。
曾经有狗仔多次的拍到这两个人深夜散步的场景。那个时候的他们和普通的恋人一般，手牵着手，有说有笑的。要说这种婚后的卿卿我我属于仓促结婚的那种原因的导致，也对也不对。事实上当时的他们都已经成功的升级成为了爸爸妈妈了，所以呢，这两个人有时候依旧亲亲密密的依偎在一起，让人觉得时间似乎对他们太过的仁慈了。更加让人不得要领、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情场老手冯绍峰竟然在婚后会突然之间变得患得患失了起来。冯绍峰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主动的透露说，他问过赵丽颖一个非常挠头的问题，那就是他是不是还爱着她呢？这种相当逆天的不自信，恰恰说明了他的甜言蜜语开始失效了。他担心赵丽颖只是因为年纪到了，所以呢才决定结婚，而他呢在经历过千帆之后，刚好入了他的法眼了，所以呢他才肯毅然决然的嫁给他了。他担心赵丽颖只是因为不想让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父亲，或者说接受众人异样的眼光，所以呢才将就着嫁给他的。他更加担心赵丽颖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才选择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的，而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说来说去，他老是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担心他们之间的结合不是因为着爱情，而是其他什么的。说到这，您发现了没有呢？当一个人从来就不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的时候，他肯定会变得非常非常没有自信了，也非常非常没有方向感了。说到这儿，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闻我的独家解析，完完全全属于一家之言。作为男人，冯绍峰本应该充满自信的，因为他出道多年了，凭借着自己的奋斗与努力，也实实在在的取得了不少不俗的成绩了。作为丈夫，冯绍峰本应该充满自信的，因为他此前虽然跟众多的女星传出过各式各样的花边的绯闻，但是呢，自从结婚之后，他虽然还是很忙，但是呢，也比较留意多管道的去打造自己的人夫形象了。作为明星，冯绍峰本应该充满自信的，因为他一直都在不同的舞台上寻找着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突破，不同的演绎，即便瓶颈也是越来越明显的了。可是呢，面对赵丽颖，这个冯绍峰就是自信不起来的了。他老是担心那个与他琴瑟和鸣的聪明的女孩会在某一天突然之间会说要离开他。于是乎，吃瓜群众们今天为止依旧好奇当中，也就是说，赵丽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不是她在婚姻中的表现并不像她表面上的那种白甜那么欺人呢？对于这个问题，冯绍峰是没有最后的答案的，而赵丽颖也不会提供标准的答案的，因为网络上的鸡汤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赵丽颖就没有必要再端上来一碗的了。因为懂的人自然都会懂，而不懂的人再多的解释也没有用。老实说，这个话少活多却又格外聪明的赵丽颖，很多的金句其实早就已经揭示出来了外人眼中那些藏得最深的真相了。
比如说，赵丽颖曾经公开的表示说，在爱情中，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再去生活，不要过分依赖任何一方的情感，要有能力做自己的事情，做自己的决定。我们要能够独立思考自己的人生。7年草根群演，多年忍辱负重，这让赵丽颖早就打造出来了一副内敛的盔甲和洞察的明眸出来了。正是因为长年累月的演艺圈的经历，让这个赵丽颖在看待婚姻的时候多了一份冷静，也多了一份克制。哪怕她真实的心里面再喜欢再不舍，也不愿意委曲求全将就着过活的。况且这两个人的婚姻还有更多的背后大家庭的多方面的元素和实际上的困扰的，这些都是婚姻的磕绊和障碍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专题聊过的大量有内核有干货的离婚的原因。曾经有人说小舍得里面的那个赵娜是比较失败的一个婚姻的范例了，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公主病了，所以呢南建龙才最终的选择离开了她。然而呢，站在不同的视角当中，答案注定会是不一样的。诚然，他的确没有收获到幸福的婚姻，但是他却活出了真实的自我出来。最重要的是，他将这份真实的自我无形当中传递给了自己的女儿南丽。所以呢，这个南丽虽然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的孩子，但是呢，他却没有因为父母之间的离婚而不再相信爱情了，而不敢进入婚姻了。这种本真的演绎，真我的活法，鲜活的影响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最好的成功呢？和女人最终的胜利呢？委曲求全，委屈自己，对于女性或者说女性而言，更多的其实都是伤害，而且还是一份精神上的伤害。及时的止损便是最好的智慧和应对的。无论冯绍峰如何不明白，无论赵丽颖如何守口如瓶，清者自清，智者不扰。我们只需要了解他们各自的爱情各自收藏在了哪儿，那就够了。对于王炸弟弟王一博而言，您猜猜看，他的爱情又收纳在了哪里了呢？深度和温度，新闻最专注。随着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结束，各国的运动健儿们纷纷都投入到了激烈异常、精彩纷呈的比赛当中去了。而王一博作为安踏正装的代言人，更是频繁地亮相在了冬奥会当中。这其实我早就已经深入的探讨过了，有兴趣的您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而且呢，甚至王一博的一首2019年年底发布的王一博亲自填词的歌曲，都意外的出现在了跳台滑雪的竞技舞台上了。那超级动感的节奏在整个的赛场上响起来的时候，莫名完美的契合度简直爆表了。王一博的这首歌叫做《无感》，这首记录着王一博真实心声和坎坷心路的歌词，貌似朴素无华，却又充满了智慧与力量。例如，逆境之路看到未来，摔倒以后站得起来，不要轻易被情绪打败，不计较成败，等等，都特别的传情达意
和点题应景。按照王一博的原话来说，他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态。说白了，好的心态就是冲破险阻、克服万难的心灵的良药来的。不怕失败，不怕重来，这不就是成功的秘诀所在吗？你还记得爱迪生曾经说过，我没有失败999次，我是找到了999个方法让灯不亮。这种转换心情、转换视角的超级的心态，或者说超好的心态，不就是明晃晃的帮助了这个爱迪生一举成为了世界发明大王的吗？好的心态不就是所有平凡人都想要拥有的智慧宝藏吗？好的心态可以扭转很多不利的事情，成为有利的事情。好的心态可以帮助颓废潦倒的人变为积极可造的人。王一博本尊其实也是好心态的积极的践行者来的。您发现了没有呢？但凡他不开心、不高兴的时候，这些负能量都能够统统的转化成为了运动的光芒和活力的四射了。于是乎，好的心态就又回来了。这不，频繁亮相冬奥会的这个王一博，居然由于出镜率太高了，有些不知情的国内外的朋友们都把他当做了一位有份参加冬奥会的奥运健儿了。说实在的，王一博最近一身滑雪的行头披挂，再加上一身摩托和滑板的功夫，远看近看都展示出来了他良好的运动的天赋出来了，特别是他身形上的优势。官方指定的奥运大使早就是没跑的了。说实在的，王一博多次主动或者被动的跟冬奥会多次的合体，也算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缘分的使然了。从本次冬奥会安踏的代言人，到冰雪运动的推广大使，从2019年有感而发亲自填词的无感，到2022年无感跟滑雪运动意外的同框了。这些一切都是前后铺垫的美好的寓意，都是水到渠成的机缘的契合。或许不远的将来，这个向来都无惧流言蜚语、无惧网黑暴力的无感少年，跟着又会迎来甜美爱情的意外的降临了。因为新闻我总是怀揣美好的信念和电力的阳光，因为我有理由相信王一博真实无比、真诚无价的爱，保不准会水到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就在他的身边。因为王一博的无感说白了就是一种我行我路、任人评说的道白，就是一种执着坚守、九死而不悔的心智。因为谁也说不准的爱情和缘分，总是离不开那双智慧的眼睛和那颗温暖的心灵的。